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鹤洞大桥。刚刚我们开车就是从海珠区经过这个鹤洞大桥呢过来的啊。现在我正对就芳村大道啊，对面呢就是广钢新城的一条主干道啊。这边呢是芳村，对面呢就是沙面。这右侧呢就是这个文化特色村巨龙古村了。今天我就不进去了，这边保留着一大片的完整的房子。我看左侧这个牌子写着广传传台1914。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芳村啊，因为这边珠江后航道边上啊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看这边呢，一个是滨江新天地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准备到江边去看一看啊。但看出来这边应该还没有完全建成，也就是说还在进行建设过程当中的一片滨江区域。就我们在芳村大道开车经过过很多回啊，就看到这边慢慢起高楼，滨江这边呢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这个地方叫广传滨江公园，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随意的在这边转转就好。芳村这几年呢开始启动了，慢慢有了不小的变化。当然首先是以白鹅潭作为发展龙头，那边呢就有了一些高楼，然后建了一个三馆合一的文化设施，我们以前去走过。那边呢将来会变成白鹅潭的商务区。紧接着在它的边上啊，巨龙湾这边呢有了一个太古里，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应该很快就会建好了啊。因为现在据说它第一期到了明年春节2月份的时候呢就准备要开放了，但是刚刚我们路过的时候啊，还是一片乱糟糟的感觉。这里都不知道来到了哪里了，好像也出不去，我们就掉头吧。右侧呢是广州外国语大学外语外贸大学的附属荔湾小学啊。看到这个右侧的这些可以望江的高楼啊，应该说建的都还款式新颖啊，相当不错的。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到滨江去看一看啊。这一条滨江道呢是以前从来没来过的啊，因为很多年都是封闭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终于基本上开放了。现在我正对的呢就是鹤洞大桥。刚刚我们开车就是从海珠区经过这个鹤洞大桥呢过来的啊。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施，应该也是一个公共设施，但是没有开放啊。好，我们现在倒过去走。现在左侧这条呢就是珠江后航道啊，其实就是珠江。珠江呢不是一条啊，它就是一个水系，所以这边水系是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很多当地的人呢已经来饮头啖汤了啊。
就跟我是一样的，到这边呢来提前转转。我骑着车啊，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随便穿行，但更多的时候呢是，但凡听到某些地方建了一些骑行道，或者是环岛的骑行道，要不就是滨江的步行道之类的，闲着也是闲着，就会过来转转。这块地方呢，以后就是大概是太古里之外的又一块滨江的休闲区域。这个叫什么？云航塔吊广场啊，就是看到前面有一个塔吊的地方。这跟上海的徐汇滨江啊，稍稍有点像的地方啊。相信对面这个大的塔吊呢，以前应该都是码头啊，但是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但是这一块区域呢，还没有开放，没有贯通。看得出来啊，这边离完全开放还需要时间。现在临时开放的是因为边上有很多新的楼盘在卖楼啊，就造一些气氛。广州滨江天地啊，对标上海陆家嘴滨江金融城了。这个虽然差得很远啊，但是也是一种宣传的需要吧。这边也做了一些小朋友休闲玩耍的地方嘛。这边还有一个雕塑，这个是开放的木棉的样子吗？应该是啊。好，现在逛完了这个滨江公园，我们在这个新的滨江生活区穿行一下啊。好歹把这条路已经做得七七八八了，边上呢都是一些应该是住宅和商业啊结合在一块的地方，但主要呢是你看啊，那边很多的高房子建的款式比较新颖啊，比较现代的住宅楼。
这里还有一个幼儿园，角砾湾区青少年宫附属幼儿园。现在我正对着芳村大道，对面的就是广钢新城的一条主干道。但这条道我觉得有点奇怪，居然没有做一个高架，也没有做一个下沉式的立交，就这条道是不能直接通向前面去的。好，那我们就在马路边上走一走吧。芳村呢，就是以前的广州的一个旧区啊，就是被人家遗忘的角落，所以大家戏称芳村为荒村，就是荒废的村庄。但是呢，这边离其实广州的城市市中心啊，并不太远。广州当年建1号线地铁的时候呢，首先就连通了芳村到市区。只不过呢，这个地方真的很多年也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终于在前几年呢，白鹅潭这边开始开发了。那么我想象啊，只要再过个5到10年，这边就会面目一新了吧。我记得有一次就在这边骑行，找到了鹤中大桥下面的一个码头，然后一直可以搭渡船到对面，就是海珠区那边的太古仓那里。那么现在在这个附近呢，要做一个太古里，也是继北京、成都以后的全国第3个太古里。不对，上海也有一个太古里，泰勒梅多斯，所以应该是全国第4个太古里了。那太古里呢，还是值得期待的。但凡去过其他几个太古里呢，就知道它是一片商业天地，但是真的是有天有地啊，而且还跟周围的这种老的建筑非常协调的一片区域。这边呢，我相信跟上海的、北京的、成都的都会有所不同，因为它会把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合进去。现在呢，我打算就骑到太古里的应该是工地，现在没有开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进去。那我们去看一看，就是到它周边去看看，是不是已经变得七七八八了。现在牌子上写的是芳村大道东。
左侧这条横马路呢是焕花路，那边已经起了很多高楼了。那边呢就到了花地大道，一直走呢就到花地河。右侧这个站是沙冲站，沙冲站呢是广州11号环城地铁其中的一个站，好像它跟原本就有的广佛线沙冲站呢是能够换乘的。这里已经到了冲口街了。右前方这些高楼呢，都属于太国里这片工地啊，正在起楼的地方。这边一大片的建筑工地，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点。这边又有一个地铁站啊，叫大冲口站，这也是11号线的地铁站。看来外面的车辆是不让进的。右侧有一条小街，我们走进去看看。这条叫什么？杏林路。这里有很多不新不旧的旧房子。我的左侧呢是洲头子隧道，从芳村这边呢可以去到前面的江对岸的海珠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双春堂，基督教的一个教堂，上次还到这边来过，好像还是可以用的一个教堂。这个外墙的装修啊，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大像那种西方的教堂的装修。最近看到有一则统计数据，我还吓了一跳，说中国
起码有3500万人是信基督的。那实际上呢，可能人数啊，最多可能去到8、9千万啊，这什么概念呢？非常多的人口啊，就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所以实际中国信基督人是挺多的，只不过就是比较低调而已。好，现在呢，我又转到了这个后航道的江边来了。很遗憾，这条江岸的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修通，所以我们只能在已经通的这一段稍微来走一走。看到这里好像有多通了一段啊。你好，你好。怎么了？这里面不让进的？里面还没对外开放，好，还没开业。这个月底开业。好嘞，好，谢谢。他能够去到哪里啊？他那里面现在都是工地。我知道，以后的话是去到那个商业街，太古里那边吗？啊，就是太古里的。哦。太古里商业街嘛。就从这边一路可以过去。这边可以一直通到西口那边。哦。地铁站西口那边。好的，谢谢啊。好的。虽然呢，本来看到一条蛮漂亮的路，被拦了下来，但保安人还是不错的，告诉我听下个月可能就通了，而且一直到地铁的一个什么西口，应该就太古里的跟前的那个车站吧。现在呢，我已经在接近白鹅潭的地方啊，在江岸的这条道上，随意的稍稍骑一段啊。就这边呢，叫白鹅新韵，挺热闹的，有人唱歌，更多人在这边漫步啊。我的妈呀！这一段呢是芳村的白鹅潭区域最早美化重建江岸的步道。我们在这边稍稍走一走，看到环境比以前呢确实好了一些啊。白鹅潭呢，大家了解啊，是广州这个水系啊几条江汇聚的地方。这边呢是芳村，对面呢就是沙面。我的右侧江的对岸呢就是海珠区。前方已经到了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现在很多地方呢都冠以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把大湾区放在最前面。这个就是我说的三馆合一的一个地方。这边也搞了一些诸如珠江夜游的售票点。广东美术馆南门在前面，这里你看啊是不通的。
还有一家脑科医院在右侧。很多小路都在修，这个建筑叫信义会馆啊，可能也是有一些历史这么样的一个房子。看来这个信义会馆还不小，我看到有信义会馆10号楼，现在呢也变成了一片文艺系的算是一个园区。刚刚呢，我就从前面过来的，其实现在是原路返回而已。让世界重回白鹅潭，看似一句豪言壮语。其实呢，以前这边啊，以13行为代表，在1个多世纪以前呢，一直是广州的贸易中心，也是城区的中心啊。好，现在这边有左转灯，我就跟着左转了。这里是下方村站。前方啊，就在太古里的正对面，有一条古村叫巨龙村，保留着以前很多矿室人家的祠堂、大宅啊，以前也去过很多次了。所以以后这些古村啊，跟这种偏向现代的商业街道打成一片的话，还是有些地方色彩。当地的文化元素。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侧起的那新的建筑呢，全部都太古里配套的一些设施。今天没有办法到里面去，稍微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也无妨吧。再等个几个月，它可能就开门迎客了。现在呢，我就转往巨龙村稍稍的转转啊。这里有牌子写着巨龙古村，边上呢也有整片的地方，我相信也是要开发了啊。
条在芳村的古村啊，它也尽可能的保留着以前的一些风貌啊，也对一些重点的房子做了一些修缮，这还吸引了一些人到这边来吃古探幽的。这里有杏花社区。这右侧呢，就是这个文化特色村巨龙古村了。今天我就不进去了，这边保留着一大片的完整的房子，是一位姓邝人家在这边建的。当然，我相信当地的姓邝的人应该很多都去到别的地方了吧。好，我看这边有一座石板桥，叫巨龙桥。我们这个桥上通过一下吧。好，现在呢我就掉头回去了。这个边上呢都是一些村民的房子吧，建的比较凌乱，要改造呢也相当的困难。随着马路对面太国里的开发，我看这个右侧围墙围蔽着的这块地方，应该也会跟进开发了吧。现在呢，我又回到了芳村大道上。所以这条芳村大道边上，珠江后航道的江岸，将会有2个商业区，一个呢就是巨龙湾太古里，还有一个就是前面的广潭滨江天地。虽然中间还有很多房子拦着，应该没办法完全打通了。右侧呢就是去花地湾的浣花路，那我们就继续向前疾行。这条路呢也是新开通不久。右侧呢是沙溪站的上盖，有一个麦当劳，据说这是广州市唯一一个就在地铁上面的麦当劳。这个里面呢有知名的真光中学，但其实都是一片古村了。
好，现在呢，我也从自动大桥的运桥底下通过。我的右侧里面这大片呢，都是广钢新城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我现在依然是沿着方村大道，应该方村大道南了吧，在基镇。我已经看到左侧马路对面木棉花的造型了。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去过的广船滨江。我想继续往前再走一点点，看能不能去到前面的叫广船1914，就是有一个标志性的老的建筑物啊。在一个日本的设计师的妙手回春之下，以后会变成一个大家打卡的景点。我不确定能不能去得到，我们姑且向前面走走。前面上桥呢，就是去东兴高速南站方向的，我们等一会儿回去肯定也是这么走的。我看左侧这个牌子写着广船船台1914。我的右侧这块号称2公里的滨江江岸，以前呢应该是广船的一个厂区，现在呢正在进入一个开发状态，也在起很多的高楼，但是呢也保留着以前的一些记忆，一些船台啊、码头啊，或变成观景的区域，再加上一些商业的中心、休闲的区域，应该就这样吧。这边有很多人呢，我相信大家都是慕名而来的。这啥意思？这难道还要领票才能进去吗？我们在外面看一看。100年船坞之上，升起生活朝夕。
2020年于百年广传遗原址建的一个商业区。有啥意思？还有扫码才能进的吗？恐怕是有一些门禁，大家都要排队到里面去参观的。这里边呢，就是我跟他说的有一个1914的船台，上面人太多了。那边好像走啦，开啦。算了，你看那么多人排队，好90号人，我就不去凑热闹了。到此以后，等到他以后正式开放的时候，我们再来过。好了，今天芳村骑行呢就差不多了。现在我准备骑回我刚刚停车的停车场，就结束我们今天在芳村江边的闲逛。你看这个马路中间种了一整排的榆木棉树，就开了粉色的一片，还是蛮好看的。广州滨江天地，它的入口就在右侧了，我从这边转进去。新的区域等到它完全建成开放以后真的会让大家眼睛一亮但是大家也等了很多年。然后呢，就是等它揭幕的这一刻了。好，那我们就满怀期待，等到它正式落成的那天，我们再到这边来逛逛，跟大家分享。今天在芳村的这段江岸边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次行再见吧，拜拜。